有的球啊，你看的是90分鐘，可它背後压着的是几十年的恩怨。这届世界杯，好几对老冤家又撞一块了。有人为了重回这舞台，等了28年；有人记了一个冷门，记了24年；还有一只手按住了一整个大洲的梦，到今天一句对不起都没有。这些球背后的故事，老馬一段一段嘮給你。先從明天這場說起。1998年法國世界杯揭幕戰，整屆的頭一場球，按老規矩由上一屆冠軍打頭陣。那年的上屆冠軍正是巴西，對手蘇格蘭。那場球蘇格蘭踢得不慫，中途還一度追平過，可巴西就是巴西，最後2-1拿下。真正扎心的在後頭，那一場成了蘇格蘭最後一次踢世界杯。打那以後，一屆接一屆，他們都沒能再擠進來。這一等28年，球迷從小伙等成了大叔。這一屆他們好不容易殺回來了，結果抽籤一出來，好家伙 ，C 組又是巴西。更邪門的是，1998年那屆，巴西、蘇格蘭、摩洛哥分在同一個組。28年後，命運又把這3家塞進了一個組。同樣的對手，像要把當年那出戲重演一遍。而這場重逢就在明天，一支憋了快30年想雪恥，一支輸不起怕翻船。這球明天就開踢。第二段得從一場全世界都沒料到的冷門說起。2002年韓日世界杯又是揭幕戰，一邊是衛冕冠軍法國，上一屆剛在自己家門口奪的冠，齊達內、亨利那一波世界級球星，那會兒被當成地球最強。另一邊塞內加爾，西非的一支隊，頭一回打世界杯，隊員大半還在法國的低級別聯賽裡討飯吃，賽前沒幾個人記得住他們的名字，哨一響，劇本全反了。塞內加爾一次反擊，球捅到門前，迪奧普一蹭，進了1-0。然後這1-0，法國愣是90分鐘沒扳回來。更要命的是，後頭2場，法國連着踢丹麥，踢烏拉圭，3場小組賽下來，一個球沒進，小組墊底，衛冕冠軍，灰頭土臉的打包回家了。塞內加爾呢，頭一回參賽，一路殺進了前8，成了那屆全非洲的驕傲。這口窩囊氣，法國記了24年。本屆世界杯命又把2家分到了一個組。就在上個禮拜6月16號，他們又踢了一場。這回法國沒給對方任何機會，3-1，新一代頭牌姆巴佩一個人就進了倆，其中一腳30多米開外，直接抽進死角。24年前那個冷門，24年後法國親手給找補了回來。第3段是眼淚，英格蘭對克羅地亞。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半決賽，就是贏了就能進決賽的那一場。這場對英格蘭意味着啥？他們上一次打進世界杯決賽還是1966年在自己家奪冠那回，半個多世紀了。整整一代英格蘭人壓根兒沒見過自家隊伍踢決賽。那場球開局還挺美，第5分鐘特里皮爾一腳任意球直接掛進死角，英格蘭1-0，全英格蘭的酒吧都炸了，電視機前幾千萬人感覺決賽的大門已經推開一條縫了。可克羅地亞這支隊骨頭硬，下半場佩里西奇捅進一個扳平，把比賽拖進加時，加時就是90分鐘，沒分出勝負，再加的30分鐘。就在加時裡，曼朱基奇強點一捅，2-1，英格蘭的決賽夢又一次碎了，碎在加時的草皮上。而且不光這一場，這20來年，英格蘭輸給克羅地亞的次數比輸給任何一支球隊都多，克羅地亞成了英格蘭甩不掉的苦主。這屆世界杯2家又分到了一個組 L 組。就在上個禮拜6月17號，他們踢了這組的頭一場。8年了，英格蘭一直想把這口氣從克羅地亞身上討回來，這一回又見面了。接下來這一對仇深到連足球都快裝不下了。阿根廷對英格蘭，1982年，這2個國家為了南大西洋上一串島子，阿根廷叫他馬爾維納斯，英國人叫福克蘭，真刀真槍打了一仗。幾年後，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8強，2隊在綠茵場上撞上了。這一場
早就不只是一場球了。上半场0-0，下半场第51分鐘，那个身高才1.65米的马拉多纳冲进禁区，跟人高马大的英格蘭门将一塊争顶，球进了。可慢鏡頭看得清清楚楚，他是用手把球打進去的，裁判沒瞅見，進球算數。馬拉多納後來自己給這球起了個名叫上帝之手，英格蘭人氣得跳腳，沒用，照樣得認。你以為這就完了？4分鐘之後，還是馬拉多納從自己半場拿球，一個人連過英格蘭5名球員，把球推進了網窩。這球後來被評為20世紀最偉大的進球。同一個人，同一場球，一隻手最髒，一隻腳最神。阿根廷2-1贏了。那屆最後捧起了大力神杯。12年後，1998年，兩隊又在淘汰賽碰上。英格蘭的當家球星貝克漢姆一腳被罰下場，最後點球大戰又輸了。新仇疊上舊恨，這屆世界杯，阿根廷帶着梅西來衛冕，英格蘭還在等他們那個半個多世紀沒摸着的冠軍。一個分在 J 組，一個在 L 組，小組賽碰不上。可只要兩隊都往上走，淘汰賽裡隨時可能再撞上。真要撞上，那就是幾十年的賬一起算。第5段，一場決賽結下的仇，4年後用一場血洗還了回去。荷蘭對西班牙，2010年南非世界杯決賽。荷蘭是老牌強隊，可3次打進世界杯決賽，一次都沒贏過。無冕之王這頂帽子戴了幾十年摘不下來。西班牙呢，那幾年靠傳控足球踢遍天下無敵手，就差一個世界杯冠軍封神。結果這場決賽踢成了一場架。荷蘭心裡清楚，跟西班牙拼技術拼不過，乾脆往糙了踢，往狠了踢。最出名的那一下，荷蘭的德容飛身一腳，正蹬在西班牙球員阿隆索的胸口上。那動作擱散打比賽裡都得罰下，裁判居然只掏了張黃牌。全場10幾張黃牌，一路踢到加時。最後第116分鐘，西班牙的伊涅斯塔一腳捅進，1-0。西班牙頭一回拿世界杯，荷蘭第4次站上決賽又輸了。這口氣荷蘭憋了4年。2014年巴西世界杯小組賽抽籤，冤家路窄，頭一場又是荷蘭對西班牙，等於把那場決賽重新踢一遍。這回荷蘭沒客氣，5-1。范佩西一個魚躍頭球，吊過門將，成了世界杯名場面。羅本一個人進倆，把衛冕冠軍西班牙打得找不着北。4年前那場決賽，荷蘭用5個球連本帶利討了回來。這屆荷蘭在 F 組，西班牙在 H 組。淘汰賽要是再撞上，是西班牙接着壓制，還是荷蘭再來一次血洗？有的看。第6段是世界杯決賽史上碰面最多的一對冤家。阿根廷對德國3次世界杯決賽，讓他倆站齊了。1986年還是馬拉多納封神那屆決賽，阿根廷3-2贏了西德，捧杯。4年後，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，又是這倆進了決賽。這回德國人是憋着仇來的，全場悶到第85分鐘，靠一個爭議點球，布雷默主罰命中，1-0。阿根廷場上還被罰下2人，馬拉多納在中場哨響那一刻哭成了淚人。德國復仇成功，你以為緣分到頭了？2014年巴西世界杯決賽第3次還是這倆，這回換梅西扛着阿根廷，90分鐘沒分勝負，又拖進加時。第113分鐘，德國的格策胸口一停，凌空一墊，1-0。中場後，梅西從那座大力神杯旁邊走過，看都不敢多看他一眼。那張照片成了一代球迷心裡的意難平。3次決賽，德國贏了2次，阿根廷贏了1次。這屆阿根廷帶着衛冕冠軍的身份，帶着梅西大概率的最後一屆來了。德國也來了，一個這組，一個 E 組。要是淘汰賽裡再碰上，那又是一段寫進世界杯歷史的恩怨。最後這一段老馬講完它，咱這期就收。這是所有恩怨裡最讓人來氣的一段。烏拉圭對加納，2010年南非世界杯，那是世界杯頭一回在非洲大陸辦。
整個非洲都盼着能出一支队進4强。破天荒头一遭，加納就扛着這個夢一路殺進了8強。那場球踢到加時的最後1分鐘，1-1，加納一個前場定位球，門前一陣亂戰，皮球眼看就要滾進空門了。只要這一下進了，中場哨一響，非洲第1次進世界杯前4就成了。就在這電光火石的一瞬間，烏拉圭的前鋒蘇亞雷斯站在自家门線上，張開2隻手，硬生生把那個必進的球給扇了出去，用的是手。裁判看得真切，一張紅牌把蘇亞雷斯罰下，判給加納一個點球。本來該是報應，你犯規，我罰點球絕殺。可加納的吉安這個點球狠狠地砸在了橫梁上，彈了出來。而被罰下，本該垂頭喪氣往外走的蘇亞雷斯，在場邊揮着拳頭狂喜。比賽拖進點球大戰，一人一腳定生死。加納的心氣兒已經被那只手扇散了，輸了。非洲头一個4強就差那麼一只手的距離，沒了。那一夜整個非洲都哭了。而蘇亞雷斯賽後說的是，這是我職業生涯裡最重要的一次撲救，到今天整整16年，一句對不起都沒等到。這屆世界杯，烏拉圭在 H 組，加納呢就在剛才說的英格蘭、克羅地亞那個 L 組裡，小組賽碰不上。可只要2隊都能出现，淘汰賽裡就有機會再見面。加納這口氣整整憋了16年，真要是再撞上，那將是足球能給的最夠味兒的一次重逢。你看，綠茵場上90分鐘的勝負，背後壓着的常常是幾十年的恩怨，是幾代人的意難平。這屆世界杯把這些老冤家又湊到了一塊兒，新的故事正在寫。這幾隊裡頭，你最想看哪一隊再碰面？評論區跟老馬嘮了，我是第1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